如果有一天你的老板指挥着 AI 就能完成整个团队的工作，那你还剩什么价值？怎么能在 AI 的浪潮里苟下来？怎么避免在前浪就被拍死？ Hello， 大家好，我是明琴。其实我起号的初心，就是因为 AI 的发展让我越来越感受不到真实。我想真人出镜说点人话，但没想到我在第3个投稿里就被逼着加入了这么营销感的开头。但放心，接下来我只想真诚地和你聊聊天儿，我不会故意传播焦虑。我想先聊聊我作为普通程序员与 AI 的交集，提供我的视角，带大家感受下 AI 发展到什么程度了，然后再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开头的3个问题。今年是我做程序员的第6年，以前我从来没有职业危机感。虽说总有传闻说我们这个行业35岁就失业，但我不信。我有幸去过几个国家旅游，就发现中国的互联网发展水平完全是 next level。在国外很多需求还停留在原始阶段，我怎么可能失业呢？大不了去非洲编程呗。但是 AI 编程出现了。刚开始我并没有感受到威胁，即使去年初我经历了一次裁员。以前我的老板是个在美国的印度人，那边团队睡觉了，我就起来干活。有一天突然通知我组织变动，我不再属于美国的部门了，本土的老板接手了我。我觉得本质上我是被裁员了，因为在所谓的变动之前，我的前印度人老板就在大规模招募在印度的印度人，我被替代了。去了新部门后，新老板找我谈话，他说你缺乏主动性。一个在印度的工程师的工资可能只有你的1/3，对那边的要求是交代什么完成什么就行，但对你来说不行，你要主动发现任务。这个谈话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在前2期视频里我提过，我本质上是个做题家，我习惯上面给我出题，我交出正确答案，用四川话来讲就是多一下挑一下。我就是一只纸青蛙，你不戳我，我是不会跳的。但新部门的同事却是活青蛙，我们的产品从上游到下游同时在世界各地，我部门的人会主动联系世界各地不认识的同事去推进工作，不需要老板下达任务，大家自己就卷起来了。刚好那时候我看了黄仁勋的一个采访，黄仁勋说 It's just to chop vegetables, Cuisinart's going to replace you. It has to be more than the task. 如果你的工作不只是完成特定任务，你不会被替代。比如有了自动驾驶后，司机这个职业会被替代。但如果你的工作是帮雇主接送孩子，保护孩子的安全，那你可能不会被替代。Your job has to be more than the task. 我听完倒是松了一口气。我觉得只要我像老板说的那样，像黄仁勋说的那样，主动起来，自己卷自己，那我就不会被 AI 淘汰了。其实去年可能是这样的， AI 会写代码，但 AI 不太会做工程。这么说吧，大家玩过分手厨房吗？这是一个合作的烹饪模拟游戏，需要多个玩家高效协作做饭，要切菜、煮菜、上菜等等。订单一多，厨房条件又苛刻，场面就乱死了。谁来洗盘子？没地方装菜啦！灶台着火啦！谁来灭火？分手厨房，情侣生玩，容易分手。去年我还在想 AI 会切菜， AI 会煮菜， AI 会上菜，但是 AI 能应付分手厨房的场景吗？突然来了只老鼠偷了菜， AI 能反应过来赶老鼠吗？今年我沉默了，能。AI 真的逐渐落地， AI 也可以做一些工程了。某一天我老板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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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一个人指挥几百个 AI 就可以了， AI 肯定比我卷。程序员没了，其他职业难道会安全吗？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移动互联网是什么时候停止扩张的？就是当人类的注意力被瓜分完毕的时候。我们每天醒着的空闲时间基本上都在玩手机吧，已经是极限了，咱也不能不吃不喝不睡觉去玩手机吧。那 AI 什么时候停止扩张呢？我斗胆猜想 AI 会扩张到人类的工作全部被替代的时候。我是相信大浪拍下来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会失业。其实要失业就一起失业的话，根本不需要焦虑。可问题是，现在卡在一个微妙的时间节点上，你不知道头上的浪什么时候下来，你也不知道谁在前浪，谁在后浪。我们焦虑是因为我们不确定。那么接下来面对即将来临的大风浪，我想和大家探讨3个问题，事先说明话题会慢慢变得现实一点。第一个问题确实有点飘，但我真心想听听大家的想法。我们总是焦虑工作没了怎么办，挣不到钱了怎么办，但其实更恐怖的是 AI 代替我们创造劳动价值后，我们失去职业的标签后，那我们的价值是什么？
3月份我去了沙特阿拉伯的麦地那，那是穆斯林的圣城之一。听说在傍晚，麦地那先知寺有100万人朝拜，我就在外面等着凑热闹，一边等一边刷手机，刷到的全是养虾指南、程序员转业指南，我又焦虑了。突然有人走近我，给我塞面包，当时我的反应是，干啥呢？我不买。过了一会儿，又有人给我递酸奶，直到有个小朋友瞪着亮晶晶的大眼睛过来，给了我一盘菜，我收下了。查了一下，原来这叫做布施。穆斯林相信每一份发自内心的施舍会在今世和后世获得真主丰厚的回报。我吃完食物，阿訇的念诵就开始了，100万人朝着一个方向跪拜，我看呆了，他们把我从焦虑中拉出来了。我不相信伊斯兰教，但我尊重他们。我感受到那一刻，我们都是人类。人类因为害怕死亡，所以相信宗教。人类希望在必然枯朽的生命里乐善好施，以祈求福报绵延，灵魂世代不朽。AI 似乎无法指引信仰。从沙特回来后，我在一个交流会里听到字节跳动前资深员工郭宇的分享。他说，人类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接近智慧，一种方式是通过可复制的实践不断试错，不断逼近，那我们肯定赶不上 AI。另一种方式呢，是通过人类的 insight 直觉、想象力。如果我这个人特立独行到无法预测，也许我就能在混沌中碰撞出 AI 无法触及的智慧。AI 似乎无法抵达直觉。然而前几天我看了 OpenAI 核心贡献者之一翁佳义的采访，我崩塌了。他谈到上帝不掷骰子，世界是确定的。我脑子里在想什么，接下来要说什么，全都是宇宙大爆炸那一刻就定好了。3维的时间是线性的，4维的可能不是。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可能是星际穿越 Murphy 在后面推书所导致的。某一天 AI 可能会预测确定的未来。我听完后毛骨悚然。AI 无法指引信仰， AI 无法抵达直觉，这些难道都是我的自我安慰吗？我不知道，但我觉得现在的我释然了。为了这期视频，我看了很多 AI 大佬的采访，我发现我记住了他们的性格价值观，记住了他们的成长经历、人生奇遇，我记住了一个个鲜活的人，但我根本记不住他们在做什么研究，我不 care 他们在做什么研究。也许某些伟大的天才们正试图用理论去推演上帝的想法，想在必然枯朽的生命里探究什么是不朽，但我不想，我也不会。所以我选择相信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命运可以支配我，但我要掌握自己的态度。就算我只是上帝的代码库里的几行代码，此刻我想和你这几行代码产生链接，我渴望你的弹幕。如果上帝写了 if else， 那么在所有既定的分支之中，我选择追求人性。AI 能代替我们创造劳动价值，但代替不了我这个人和你这个人。去拥抱家人，去倾听朋友，去帮助陌生人，我们的人性就是我们的价值。这是我的答案。OK， 收。第二个问题，我想聊的接地气儿一点。我想探讨如何延长我们的劳动价值的周期。翻译一下，就是如何能在 AI 的浪潮里苟下来。我想了很久，想到我自己的一个小故事。大家知道什么叫 mainframe 大型机吗？简单来说就是超级大电脑，不重要，反正快被淘汰了。但银行、政府还在用，因为他们从50多年前就在用。2019年我在找工作的时候，抱着广投的心态投了大型机的岗位。面试官是几个老爷爷，面到最后，老爷爷问我：“你有什么问题反过来想问我们的呢？”我当时脑子一抽就问：“老师告诉我，大型机行业从业人员平均年龄50多岁，请问你们还有未来吗？”当时老爷爷们哄堂大笑，我还记得他们的回复：“这个行业确实有点老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民请你这样新鲜的血液。”不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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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试完2小时后，我就收到了拒信。我倒是不伤心，我知道老爷爷们看出了我对大型机岗位的怀疑。1年多后，疫情爆发，突然出现了魔幻新闻。美国多个州州长公开急聘大型机专家，因为美国很多失业保险系统还在用大型机，疫情后申请人数暴涨，系统撑不住了。哎呀妈呀，我都以为这技术快入土为安了，居然有一天高薪急聘。最近很多人急不可耐的想学 AI， 但我觉得大概率学了 AI 工具赚了钱， AI 又会创造一个用 AI 工具的 AI， 原先学的就没用了。但如果摒弃功利，纯粹的学习，说不定会有意外收获。未来的方向很难预测，个人命运的转折同样很难预测。
去年我从零开始自学金融，就是觉得金融这个行业几百年了，多少次技术革命后屹立不倒，我想蹭蹭。我花了4个月学习金融，通过了 CFA 1级，但现在我仍然还是程序员。我把这段经历做成了视频发布了，我分享了学习的感悟、挣扎的故事。我没想到学习金融竟然是我起号的契机，这种转折根本不是我能计划出来的呀。当然，聊到这儿，你可能会说，如果要摒弃功利，那为什么要学习呢？确实，我没办法说服自己学习一定比其他方式高雅，但是我知道学习更能让我心安。有时候刷了1天短视频，我脑子里会浮现出电影《千与千寻》千寻爸妈变成猪的样子。我害怕我就是资本家圈养的只会吞噬短视频的猪。天哪，我知道这话说出来好像在骂人哦，对不起。我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矛盾的普通人。我喜欢普通的快乐，但我会恐惧，我焦虑起来连自己都骂。所以第二个问题，如何延长劳动价值的周期？我的答案是不带功利的学习。你的答案是什么？第三个问题咱就聊得更接地气儿一点。我们聊过了，当 AI 的浪潮真的拍过来，我们的价值还剩下什么？也聊过了能不能稍微把拍死的时间往后拖一拖。接下来是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我们怎么能苟到后浪去，避免在前浪就被拍死？问出这个问题我很犹豫，这不就是在问怎么能比别人跑得更快一点吗？你跑快点，我也跑快点，最后所有人都停不下来，所有人都很累。我很反感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但是我也理解，有的朋友没有退路，他往后一步就是悬崖万丈，他需要这个问题的解法。那我分享一个我看到的现象，我有2个朋友在全职工作的空隙会在 Freelancer 的网站上接单做一些项目。现在 AI 的发展加速了他们完成项目的速度，一个人能打4份工，挣4份工资。即使 AI 发展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信息差，你可以去挣不懂怎么用 AI 的人的钱。这是我能想到的答案。如果你问我为什么你不干呢？因为我懒，你只要比我跑得快就行。3个问题问完了，我在反思，我有没有违背视频开始的承诺，绝不故意传播焦虑？我觉得我没有。我把最坏的情况分享给了大家，也把现实的解法分享给了大家。我绝对不会宣扬来吧，咱们乘风破浪，做时代弄潮儿吧。反正我是没那么大野心。我想做的是时代的蛤蜊。风浪还没来的时候，我就张开壳儿，嗷嗷嗷吃东西。风浪来了，把壳一闭，随命运而去。最后，祝我们都能该张开的时候张开，该合上的时候合上。风浪来了不被打碎，风浪过后能重新看见阳光。我和 AI 畅谈了40多小时，用 Vibe Coding 做出了这款测试，探索你的职业宇宙。20道题，6个维度，不问成绩，不问学历，只问你这个人。希望它能给你一个新的视角。苟活是现实，但探索是希望。也许 AI 比你更懂你。欢迎访问我的个人网站民勤.net查看测试，也欢迎关注我的 B 站账号民勤学姐聊聊天。我们下期见。